标是根据2011年美国空军提出的远程打击轰炸机项目发展而来的，并于2016年9月19号被正式命名为“突袭者”，以纪念杜立特空袭东京。1942年4月18号，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校詹姆斯·杜立特率领16架 B-25中型轰炸机，载着80名机组成员和航空炸弹，对日本东京、横须贺、横滨、名古屋、神户5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空袭，提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低落的士气，也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以突袭者为名，可见 B-21在美军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。美国空军对于 B-21的技术要求是必须具有优异的隐身能力，可选择有人和无人2种驾驶模式，能够携带核弹进行远程打击，而且造价要低。强调造价呢，是因为现在的 B-2A 隐身战略轰炸机太贵了，单价高达24亿美元，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，让美国空军仅采购了21架 B-2A 就不得不停止。因此，在发展 B-21的时候，明确将单价限制在了5.5亿美元，以便买得起100架。由于 B-21仍旧由诺格公司设计，所以继续沿用 B-2A 的非翼式气动布局，这样呢就省了很大的一笔研究费用。在隐身方面 ，B-21在外形上是更加优化，并且采用了新型隐身涂料，拥有比 B-2A 更强的隐身能力，也更容易维护。不过，从美国空军公布的 B-21与 B-2A 尺寸对比图来看呢 ，B-21比 B-2A 要小1号，这也就意味着航程和载弹量都要比 B-2A 小。这也说明美国空军对轰炸机使用思想的变化，不是让 B-21像 B-2A 那样独自深入对方纵深地区实施打击，而是与其他隐身战机如 F-35一起实施突防。外界预测 B-2A 的最大载弹量可达23吨，最大航程高达11000公里。因此 B-21航程应该是8000公里左右，而最大的载弹量可能只有 B-2A 的1半左右。尽管如此 ，B-21的攻击能力也将是惊人的。B6112核弹的重量呢，预计为695到716公斤 ，F-35只能携带2枚，而 B-21足以带10枚以上。B6112核弹的爆炸当量是有4种，分别是300吨、5000吨、1万吨和5万吨，可根据不同的战术需要，直接在载机上灵活调节，这使得它的打击目标类型也趋于多样化，特别是对地下目标的影响最大。B6112沿用了美军传统巨型钻地弹的特点，它攻击地下掩体的时候是钻入地下一定深度后再引爆。除了直接摧毁临近爆心的地下工事之外，大当量的爆炸威力呢，还能够引发强烈冲击波，挤压临近岩层，毁伤更深更远的地下目标。因此 B6112虽然最大当量约5万吨，但由于技术新、精度高，其实际打击威力相当于34万吨当量的 B6111战略型钻地核弹。可见美军正在强化隐身与核武的结合，以提高隐蔽突防，再对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。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持下，美军 B-21轰炸机理论上足以对全球范围的目标构成空击核打击的新威胁。